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宇宙为你指引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最近是不是总感觉空气里有点不一样呢？会不会很有希望、很有期待的样子？也许是甜甜的恋爱真的正在悄悄地靠近你了。这一次的恋爱是悄悄靠近的温柔呢，还是说有一种霸道总裁，强烈而直接？他会把你宠上天，还是把你捧在掌心里面，还是会霸道的让你只属于他？今天我们的占卜呢，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恋情是怎样的，给你什么样的力量、能量，对方的脾气、性格、外貌特质，以及在这份情感里面呢，宇宙会给你一定的指引，包括你们相遇的时间、你们相遇的地点，是已经相遇了吗？还是在未来呢？通通的这些消息都会告诉你，让宇宙给你启示。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牌卡选择进行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选择牌组的时候，不要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让我们先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对接连接。所以，亲爱的，请跟着我做。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眉心之间，放在呼吸上。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我知道甜甜的恋爱来了，请给我关于新恋爱、新恋人的讯息，感谢你的指引，我将接收你的安排，我是幸福的。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不过在聆听占卜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相信宇宙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吸取视频的能量，显化幸福，显化新恋情、新恋人等字样让我们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让我们来显化我们的美好，创办更美好的明天。留言好之后，就可以聆听占卜讯息啦。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最后，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亲爱的，你即将遇见非常甜美的爱情，非常甜蜜的爱人。那么首先呢，宇宙告诉你这份爱情会让你更加的大气宽容，没有太多的一些斤斤计较。也许在过去的感情里面，你遇到过被误会、被误解、被冷落、被忽视，但是现在呢，这份新的恋情让你会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你会被欣赏、被尊重、被对方捧在手心。而且即使2个人出现意见不合，出现小小的争论之后呢，你们都是会很好的去和解的，不会是记恨在心里面，也不会有任何的批判指责对方。2个人都会更加的通情达理，并且愿意为了爱去更多的改变自我，更多的去滋润彼此，更多支持理解的这种力量。你也不会去有过多的一些纠结，会放过自己，懂得放下，不再执着于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自己是不是遇到对的人。那么未来呢，2个人会不会是更美好的，也不会出现这些担心跟焦虑。新的恋人他不是来治愈你伤口的，他不是来质疑你的，而是见证你已经疗愈之后的光芒。这段恋爱的本质呢，就是价值的互相看见，就是彼此互相的一些认可。你会看到你值得最美的爱，你不再去讨好别人，你也不会再去委曲求全，你也不会再去为了这份爱情而压抑自己，而忍受，而
过多的承担这种责任跟压力，你会开始对自己说，我值得好好的对待。对方呢，他愿意去配合你，他其实是愿意提升自己去靠近你的。他之所以喜欢你，就是因为他被你所吸引。鲜花盛开，蝴蝶自来，而你就是那个不断盛开的鲜花。他就是在感情里面呢，很迷恋你的，因为他一直在给你很多的肯定，很多的表扬，很多的支持话语，而且他迷恋你的方方面面，所以你不用为了他去做任何的一些妥协，反而是你自己越开心，越满足，越有比较强的幸福感，漂漂亮亮，很帅气的，你越优秀，他越离不开你，他越喜欢你。如果以前的你呢，可能是为了爱愿意去弯腰，愿意去妥协的，但是新的恋人他是不会让你去弯腰的，可能他愿意为你去系好鞋带，可能他愿意把你骄傲的带到任何的一些场合，去介绍给他的朋友，介绍给他的家人，他不会让你变得更小、更顺从、更低声下气的去维持这段关系，反而是他把你捧在手心，非常的尊重于你。你们两个人呢，而且是很搭的，可以很好的去合作。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你也会做一定的改变。这种改变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着急，也不需要有人来填补你幸福的这样一个空缺，而是知道，当你爱自己的那一刻，那就真正的有能力去爱别人。所以这段感情不会让你失控，不会让你迷失，而是反而让你在爱里面保持着清醒、理智、自由，跟更加的有魅力。对方欣赏每个时刻的你，他会感觉你身上是有光，你是有自我的主见，你是很独立，你有自我欣赏的这种灵魂，也有自己很理智的选择能力。对方呢，他绝对是一个刚好愿意陪伴你同行的人，所以这段感情呢是非常成熟的，不再是我缺什么你来补，而是我们都完整，我们都幸福，我们都快乐，我们愿意把这份快乐一起互相的去分享，我们也愿意一起去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点点滴滴。你的价值呢是会被对方看见的，对方懂你的努力，珍惜你的光芒，也是一个愿意深度陪伴你的人。在这份感情关系里面呢，你们很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的节奏，大家更多的一步一个脚印，把情感的地基打得更加的牢，而且是越在一起呢，喜欢的支持都是越深越多的。真正适合你的这段情感呢，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试探，不需要有任何的猜疑，不需要有任何的讨好的。所以你不是为了被爱而爱，而是一种我值得被完整的爱、完整的欣赏这样一种感觉呢，去建立的这份甜美的恋情，这是很棒的讯息哦。那么这个人到底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先来展示部分的牌卡。首先，他是一个灵魂觉醒者，或者是他正在灵魂觉醒的道路上面，是经历过一些内在的成长的，是经历过一些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或者是挑战，不是一个傻白甜或者是一张白纸，是有过一定经历经验的人，而且心智呢是比较成熟的。他目前呢应该在成为更好自己的一个道路上面，很多想法都会更加的有修养、有内涵、有层次，会更多的有思想，不是一个盲目随大众的人。他很多的时候呢可以跳脱出社会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身边环境去清晰的做一些判断。
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也是心里很清楚的，哪些人是值得深交的，哪些人呢最好去做断舍离，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可能在过去的感情关系里面，他经历过一些不健康的关系，无论是友情也好，还是说爱情亲情也好，他经历过那种可能被控制啊，可能被过度付出奉献啊，或者是情感依赖的这种状态。过去呢，在感情里他是比较迷失的，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不懂得如何尊重或者是给予别人一些情绪空间。但是当下你遇到的他呢，已经是一个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脾气，不会轻易发火的状态。他也有一定的底线原则，有一定的边界感，而且他属于那种在你低落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抱住你的人，也是在你情绪失控的时候，他可以冷静地告诉你不要这样做，放轻松的人。你会感觉到他蛮包容又蛮有力量的，而且他不会随便的去怀疑你呀、质问你呀。他是一个可以让你放下伪装、放下负担，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去跟他交谈、去跟他交处的人，而且他可以观察到你的心情变化，他会注重你的一言一行，你会看到他对你的尊重，你也会看到他希望看到你最真实、最坦白的样子。这个人呢，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斤斤计较。另外呢，可能他属于那种柔中带刚的一个类型哦，并不是说他很温柔，懂得包容，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实际上他不是，他只是很大气，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对的人、不对的事情上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尽可能的包容，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底线，一旦碰触底线的话，他是会转身离开的。而且他也是一个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人，在人际关系里面，他也不会花时间去教育别人你应该怎么样做，你需要怎么样的改，他不会把目光放在别人的身上，他只会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想跟你在一起吗？如果想的话呢，他不会去计较你有没有做的足够，而是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他有没有去尽力而为，因为是他想跟你在一起的，他自己有没有做得足够的好，所以他会更多的去关注自己。而且他也是一个很欣赏那种独立人格、有自我意识的人。在你们的互动之中呢，他不会以爱的名义去捆绑你呀，或者是希望你去做改变，不希望去控制你，就会觉得一个人在一起是自由的、舒服的，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至少来说比一个人的自由舒服更多一些。虽然说在一起了，那么对对方有一定的责任之心，但不应该以爱这种责任的名义去让你变得不自由，会让你变得夹手夹脚，这是他不愿意的。所以在脾气上面呢，他可能平时都是蛮温和，甚至说是安静的。但是一旦失望或者是被误会之后，他可能会变得稍微比较冷淡，甚至说可能会出现沉默的状态，但是他不会发脾气，不会乱骂脏话，或者是不会去有任何大的一个动作，而且他喜欢那种稳定有安全感的关系。在你们的相处里面呢，他是不喜欢那种忽冷忽热的游戏的，他更喜欢一种细水长流，很舒服。两个人在一起呢，是很平和，是很团结，是可以互相支持依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感情里面也不要有任何的互相猜忌，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可以不断反省、不断成长、有上进心的人，希望自己的知识啊，或者是见识啊、格局啊，都是越来越大的，
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就会开始注重修行这件事情，注重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建立好的福报的，是不是有力量的，自己做的事情呢，有没有做一些亏心的事情啊，或者是心口不一的事情啊，他都蛮在乎这些的。其实这个人的内心是比较有力量的，外表上面看呢是可能有时候比较严肃，可能有时候比较从容的，感觉是一个很好欺负没有大脾气的人。实际上呢，他只是不愿意把太多的一些时间精力放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面。人生有很多可以在乎的，可以提升自我价值的事情，与其拿时间去生气，还不如拿这个时间去学习，去深化自己。所以他也有蛮上进的这个力量。好，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智其实相对来说是很成熟的，至少来说，他比同龄人可能见的世面更多，可能吃过的苦更多，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经历经验，让他没有那种公主病啊，或者是让他没有特别高调、浮夸、幼稚的一些行为。他也不喜欢有太多的一些撒娇，或者是装柔弱。从外表看，他并不是那种就是天生丽质、很漂亮、很帅气的类型，但他是那种很有气质的帅哥或者是美女，是那种越看越舒服，越相处越有味道的人。他就是属于那种对自我有高的一个标准，所以站姿啊、坐姿都比较挺拔，看的都是赏心悦目的，而且喜欢穿比较精致的衣服，懂得在不同的场合展现不同的美、不同合适的一些气质。他会注重自己的仪态是不是优雅的，那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形象。他也会注重自己的名声，所以他的声音是好听的。他的五官呢是比较柔和的，身体线条稍微偏圆润或者是比较结实那一种。眼神呢特别的温柔，给人一种看起来很亲切、很容易接近、很温润的这种气场。他不喜欢那种过于夸张的穿金戴银的时尚潮流穿着，他喜欢的是干净得体有品味的那种打扮。而且他很注重香水的味道，当然一定是高质量的，不要太过于的浓烈。他的手指呢一定是干净的，女生的话呢会很注重，可能会擦一些粉色啊、淡色的指甲油。男生的话呢，也会注重自己的指甲是不是很干净的，不会留太长的一些指甲。总之，它就是一种很有气场、很有舒服到让人想靠近的气质。因为他也很注重生活的仪式感，很可能他喜欢大自然，喜欢去那种比较格调的咖啡馆，喜欢去比较精致的鲜花盛放的那种公园，喜欢这种有艺术感但是又生活气息浓厚的场合，喜欢去分享美食，喜欢享受这种大自然中的春日风光那种感受。是一个内心很有幸福感、注重精神世界的人。当然，他也会去创造一定的金钱财富，但是对于他来说，精神上面的幸福、生命的喜悦是高过于金钱物质的这种味道的。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天秤座、巨蟹座、金牛座，或者是狮子座，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金牛座、巨蟹座、狮子座、天秤座。首先，他是一个审美力非常强的人，而且在穿衣打扮上面还是蛮讲究的。很多时候
都给别人第一印象留下很好的这种印象，因为谈吐都是很舒服的，也喜欢人际关系，有很好的一个互动，但是呢又有边界感，又不是那种很轻浮，看着好像很夸张的人。在感情里面呢，他是比较讲求平衡的，尊重人际关系上面的互相支持、和谐，是一个淑女或者是绅士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外表上面还是至少来说中上，蛮吸引人的。骨子里面呢是有恋家这样的一个能量，敏感温柔，可能不会夸夸其谈哦，或者是讲很多的甜言蜜语，但是呢却很照顾别人，很能注意到别人的一些情绪啊，很懂得去关怀，讲话呢也是非常温暖的。其实在初见面的时候，大多时候给别人留下一个比较安静内向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其实他蛮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亲密感的，在感情里面也非常注重安全感，稳重踏实。除了注重感情上面的安全，他也注重现实金钱上面的安全，会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银行存款。那这个金钱存款数字越多的话呢，他其实安全感更强。他也很喜欢那种稳定的可靠的生活，喜欢美食，有时候呢是比较固执的，但是一旦他决定爱你，一旦开始追求你，一旦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他是一个很难去放手的人。他属于那种慢热但是非常长情的恋人。这个人呢也有狮子座的领导欲哦，有时呢会有一些小傲娇，那也是比较自信的，喜欢在自己的恋人面前呢展现自己很多好的一些优点，希望被对方崇拜，希望呢被大家所看重，所以很注重自己的名誉，不会去乱玩爱情游戏，不会去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很注重自己的这种形象跟三观。而且在感情里面，他真的也蛮负责任的。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霸道，可能会有一些占有欲，可能会有一些吃醋，但是不会是一个乱吃醋、乱嫉妒的人。但他真的是会为你遮风挡雨的。这个人其实是比较有风度的，而且重感情、重义气，又懂生活。可能在外人面前是很光鲜亮丽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在你面前呢，可能会愿意去示弱，愿意去依赖，愿意去撒娇。感情之中呢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但也会努力的去配合你，努力的去守候你，所以是一个专一的人，是一个非常忠诚的恋人。一旦你们进入到关系之后呢，他就会很长远的去计划。他其实不是只注重短暂的这种激情，他也不喜欢感情里面有太多的不清不楚，比较非黑即白，要么呢就单身，要么就大声的公开已经恋爱了。在爱情里面呢，是愿意去给予的，愿意去做一定的承诺的。他不喜欢那种已经跟你在一起了，但是又对别人公开说单身的这种情况，这是他不要的。因为他就是很专一，敢大声的讲我爱你，敢把你带到他自己生活圈子里面去，他也会记得你的习惯，他也尽可能的不迟到，他也会提前去点好餐，他也会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提醒你加衣服，他可能会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对你的爱，对你的深情。他可能吃醋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讲出来发脾气，但是他的眼神呢，可能会明显的变冷淡，他可能会瞬间
这种情绪降温，特别的有意思。你们在一起呢，会为了未来共同的去做规划，会谈一起搬家，会谈旅行，可能会讲如何的理财存钱，然后开始去共同商讨买房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家庭构建欲望的人。他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就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就遇见自己的正缘，建立家庭，不希望有太多的这种感情经历。所以一旦他恋爱之后呢，觉得这个人比较合拍，他是愿意尽快的跟对方建立家庭的。其实他在追求对方的时候已经想好想要跟这个人开花结果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情场上面的一个浪子。而你们之间又会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遇呢？看到下一个恋人了，真的他的脾气啊、性格啊、素质方面都还是蛮不错的，还是比较值得好好的珍惜。那宇宙呢，告诉你，你们有可能是在工作，或者是在学习，或者是在项目任务之中、事业之中遇见的。如果说你已经工作的话呢，那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职场关系啊、工作关系啊，认到了对方。那有的宝宝呢，可能如果你在读书的话，也许是在学习的环境，或者是你有兴趣爱好，经常去参加一些可能关于运动方面的学习，或者是兴趣爱好培养的这些环境地方认识到的对方，也可能是参加职业培训讲座的时候，也可能这个人是自己朋友的客户啦、合伙人啦、上司啦、同事啦，也可能你们在一些培训班、一些专业的课程里面之中认识的。初次见面，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说话比较冷静，很靠谱，但是有一定的距离感，不好接近的状态。但你发现，其实他会默默的去注意你。那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宝剑女王这张牌卡哦，也可能是在一个有文化知识、语言沟通交流的场合。也可能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认识的，比如说小红书啦、微博啦，或者是 Instagram 啦，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软件上面、网络上面，这个人关注你很久了，然后某一天开始，你们因为一件事情，然后交流了起来，开始对话。这个对话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人说话还蛮有逻辑的，而且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一些思想表达而对你刮目相看，然后在更多的这种顺畅的沟通之下，建立了更多的一些联系。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星星 Star 这张牌卡哦，就是也有可能你们认识的时候呢，是在一种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想象、充满着这种艺术或者是疗愈的这种环境里面，也许是在旅行之中认识的，也说不定。或者是你参加了一场冥想课啊、瑜伽课啊，或者是手工体验课啊，在这个课程里面认识到的对方，也可能你刚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环境里面去参观这个城市或者是环境里的一些公开活动，或者是艺术展览，在这样的一些场合里面遇到的他，很妙。所以要么就是在工作场合，要么就在学习场合遇到的对方，要么呢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这种
社交互动之中遇到的对方，要么呢就是在旅行，或者是疗愈，或者是展览，或者是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之中漫步啊、散步啊，去感受艺术，很安静的氛围之中遇到的对方，这是非常奇妙的。那么你们到底相遇了吗？对有的宝宝来说，可能这个人呢，他已经注意到你了，他已经想邀约你了，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谈恋爱，或者是你忽视掉了他对你的邀约，感觉你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已经在做一些互动了，只不过可能有信息上面的传递，只不过呢，你也许会考虑到大家是远距离呀，或者是大家只是网络上面的这种联系啊，你会考虑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太多心动或者是这种激情感。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呢，确实有一些压力跟挑战，让你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不可能建立很顺畅的关系，所以当下呢，还没有很愿意去接受这个新恋情，还没有愿意去接受这个新恋人，因为你的这段情感的刚开始并不是一见钟情。并不是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对方，真的是很慢的去发展的，两个人都会有一段时间的互相观察，而且哪怕他约你最初他也不是那种好像非常主动，好像很刻意的样子，他也是感觉不会很上心的去约你，或者你还没有感受到他特别对你的渴望，所以你不愿意去接受。对于很多宝宝来说，这个人呢已经出现了，你们可能正在做连接，或者是即将开始做连接，互相在观察对方了。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可能当下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谈情说爱之中，也许生活里面或者是学习事业里面还需要更多花一些心思去提升自己呀，去完成项目啊，可能还是有一些生活中人生中的一些压力的，还没有办法100%的有时间去约会，有时间去投入，所以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有一些延迟。这种延迟呢，我们出现了一个数字2，也出现了数字4。最晚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4个月之内，应该就会跟对方有一定的连接了，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冬天那一段时间就会有连接了，也可能当下认识不熟悉，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观察，然后进入到冬天开始想要去做更多的互动，更多的约会，可能会在那个时刻呢再去做积极的这种连接状态。无论如何呢，宇宙告诉你就是很快就会有脱单的机会，这个甜甜的恋人呢，他就会向你走来。其实当下已经在向你走来了。宇宙告诉你这一个人很可能你们会建立同居或者是生活在一起的状态，或者是两个人呢会建立非常亲密，想要去规划婚姻或者是规划同居生活的状态。当下，请你放下你的一些过于保守，或者是过于抗拒，或者是过于防备、谨慎这样一种状态。有时候呢，你好像把自己包装的一种不想要别人约你，不想要去接受机会的情况，所以会让别人不敢太快的向你走来。因为我们看到呢，这有一个宝剑9，就是一个很防备的样子，在自己的心墙上面放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木头，放了很多的一些界限。实际上呢，稍微的开放一些吧，或者是稍微的传递一种你想要谈恋爱了这种心态，也是蛮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
给自己的爱情呢留下一个空间，预留一个座位是比较好的。另外，宇宙也告诉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去让自己生活居住的空间呢有更多的一些清爽，特别是床边啊、餐桌啊、卫生间啊、玄关啊这些地方，开始去做一些家务，开始去做一些整理。你知道吗？你的家里越亮堂，越整理的清晰干净的话呢，那么你脱单的日子就更快。好，另外呢，多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让你的生活更多的发光。去逛书店啦，去参加一些兴趣活动啦，多去一些自己没去过的城市角落环境去散步，说不定转角就遇到爱了。当你爱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个爱你的人他也会爱上你的世界的。还有最近也注重一下自己的这种第六感，自己的直觉，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是比较好的，多做一些回应。也许有的人呢，最初你对他是没有兴趣，但是别人邀约你，你还是可以去吃顿饭啊，或者是打个羽毛球啊，或者是喝个咖啡呀。那这些呢，可能在交谈之中哦，你会看到，可能自己之前对别人是有一些偏见的，会太快了去杜绝一些关系的建立了。但是也要在暧昧之中保持自我清醒的状态，因为你的心呢就会告诉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投入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呢，你会觉得很舒服，自己跟他聊完之后啊，或者是跟他见面之后啊，你变得更加的积极快乐了，那么他给你的能量就是好的。如果在交谈之中你感觉得到好像过于的紧张、担心、焦虑，那么可能你们的能量就是不合的。去感受一些这种能量，感受一下自己心里面的状态，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接触了。无论如何呢，宇宙告诉你，你不需要完美无缺才值得被爱，你只需要做最真实温柔的自己就好了。然后那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一定会找到你的，那个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让你非常的自由、舒服、真实的。好啊，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请你静心的察觉，请你腾出更多的一些空间，请你放下你的防备，请你准备好脱单，准备好接收甜美的恋人，甜美的幸福吧。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哦，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拜拜。亲爱的，甜甜的恋爱来了，新的恋爱呢会激励你更加的勇敢，更加的独立，并且是更多的信心跟能量的。这不是一段让你好像随便躺平享受的爱情，但是是一段让你变得更加的有目标，更加的上进，更加有野心，更加有动力的爱情。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那么因为这个爱人，因为这个爱情，你会变得更加的主动。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那么因为这个爱情呢，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外向。总之呢，你会突破自我的一定的结界，反而更加的有大的能量成长，有更强的一个驱动力。你会被对方身上的这种积极能量所感染，然后激发了你内心很多的一些渴望，并且在自己说话行动上面呢都更加的有力量。有可能新恋人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或者是他的文化水平特别的高，也可能他是一个在追求不断成长、有高目标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呢，你也是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影响力。他不会有任何的可能指责你呀、批判你呀，或者是打击你哦，反而他会像助推器一样告诉你，
你值得更好，你可以做到，是非常的正能量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关系会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特别是在学习树立界限，不委屈自己，发光发热这一方面。也许过去的你呢，在感情里面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退让，怕冲突啊，怕对方不开心啊，怕对方离开你呀，总是呢会压抑一下自己真实的一些情绪。但是这一个恋人呢，他是一个很直接，很喜欢任何事情摆在桌面上坦坦荡荡去聊的人，所以他很理性，很直男式的逻辑，也会教会你或者是影响你，让你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直接去表达。这段感情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你练习去说不，让你去懂得拒绝，同时也练习表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愿望、自己的不满。当你不喜欢某种相处模式的时候，你会勇敢的说出来，我不舒服。当你觉得被忽略的时候，你也不会装作没事情，而是愿意主动的去沟通。其实因为对方，因为这份爱情，你更加的有底气，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委曲求全，这也是你心灵成长的一个蜕变。你开始就像点亮自己的性格，让自己更加的鲜明，然后也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影响力跟能量。你也会成为那个懂得照顾自己感受的人，懂得照顾对方感受的人，也会积累很多的一些爱情技巧所以是非常棒的，所以是一朵好的桃花，好的缘分。同时呢，你也会感受到自己被爱所围绕着，这段新恋情会让你重新相信你值得被爱。也许过去有一些感情关系、人际关系，让你觉得需要用讨好来交换，或者是有时候会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是不是因为自己可能条件不够，而对方不珍惜你，有时候会出现这种自我怀疑的状态。但是跟对方在一起呢，你会感觉你是被肯定的，你是被重视的，你是被珍惜的。他也许不会讲太多的一些情话，但是他会用实际的动作来让你看到他对你的关怀，他会更加脚踏实地的让你看到真正的爱情并不是在那边飘着的虚无缥缈的，而是实际上去做这些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小事。比如说在你忙碌的时候给你送来你喜欢的咖啡，或者是记得你说过你喜欢看哪部电影，然后他会安排一个电影之夜，或者是呢他可能会记得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周末带你去这一家餐厅。不仅仅是恋人关系，你们也会像是好朋友一样，或者是像知己一样什么事情天南地北都聊。之前呢，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又像情人又像朋友知己的关系，至少来说你会觉得男女有别，有些话呢可能跟闺蜜聊更好，或者是跟兄弟聊。但是你们俩在一起之后呢，所有的情绪，对所有政治啊、文化啊、八卦啊，或者是人生啊、生活啊、国家之类的所有的这些建议想法，你们都会聊。在下班之后，在有空的时候，你们会在家里面就是敞开了话题，什么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聊。有时候呢，你们也会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去争论啊，或者是讨论一些东西，都特别的有意思。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人是精神上面有很强的一些共鸣的。也许你们并不是三观非常的合，但是你愿意去倾听他的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也愿意去倾听你的不同的想法，你们支持彼此有
很多相似或者是不相似的地方，没有想要去改变对方身上任何的一些优点或者是缺点，无论如何都是接受的，都是包容的，这种关系特别好，让你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是一种不断开放、不断自信、不断把自己的性格、想法、智慧带出来的一段很美好的爱情。甚至你们的朋友会互相的，就是社交关系会互相的融合。这段爱情呢，会让你整个人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安定。然后你会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消耗，不是焦虑，不是担心，而是一种就顺其自然、自由自在的温柔相伴。更好的呢，也是谈恋爱之后，你也会让你周围的人更加愿意去靠近于你，不论是朋友也好，家人也好，还是说工作伙伴也好，都可以感受到你的身心灵变得更加的健康了，都可以感受到你的这种爱，你的这种善意，看得到你身上的光芒。所以这份情感关系呢，会让你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有价值的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恋爱，而是一次人生阶段的跨越。你不只是遇见了一个美好的恋人，而是遇见了一个可以唤醒你潜力，可以让你变得更加自信、有力量的恋人跟爱情，非常的棒哦，很强的能量。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脾气性格？他又是什么星座呢？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展示。首先可以看到，他特别讨厌被控制，他也特别不喜欢那种传统封建的想法。这是一个思想很时尚、很前卫，而且崇尚自由意志的人。他讨厌被别人管，讨厌干涉别人的生活，也不会以爱的名义去控制对方，去改变对方。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说什么都是可以的。你做的事情，如果他不开心，那么是他的问题；你说的话，如果是他不喜欢的，他不认可，那也是他的问题。你有你所有这种自由的权利，所以他非常尊重别人的选择，他非常鼓励你的成长。如果说在他的生活里面遇到那种特别想要控制他、转变他的人，他是会本能的远离、转身走开的。这也暗示着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会建立在一种非常互相尊重、自由成长的基础上，而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依附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心啊，一定要去做改变啊，为了跟对方在一起而舍弃自己很多的一些梦想、很多的一些时间、很多的一些社交，他觉得大可不必。他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而两个人谈恋爱呢，你本身有多么的自由，不应该为了这份恋爱而舍弃你的自由，应该是感觉更好才对。另外呢，他跟你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的，你知道吗？你们之间是有灵魂层级的某种连接，也许你们在前世就有一定的缘分相处过，然后在今生呢再续前缘，所以你们之间的吸引力呢其实是蛮强烈的。在认识不久之后，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熟悉，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哦，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聊，所以在沟通非常顺畅之后，你就愿意跟他一起来分享快乐。你会觉得你们之间可能有相同的一些课题，可能会一起成长。两个头脑的智慧呢，一定比一个头脑的智慧更强。所以在做很多的一些判断选择的时候，你都会问一下他的意见，他也会问一下你的意见，而且你们都很乐意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来判断，很喜欢
共同来讨论一些事情，共同来决定一些事情，所以你们也在一些自我价值啊、信任课题啊、情感的一些人生选择边界上面去做更多的一些商讨。所以真的是什么都是可以聊的，而且这一个恋人呢，他的内在标准也是蛮高的，他是一个喜欢不断的去反省、去纠正自己可能负面的想法啊，可能自己的错误，可能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他是喜欢去做断舍离的，他也是那种可能精神上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洁癖的，当然也是一个很注重生活质量、喜欢整洁、有仪式感生活的人。他对自己呢，对自己的未来都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规划的。他也希望在恋爱里面两个人是共同进步的，而不是很懒散的去过日子。真的是可以彼此给到很好的一些价值，不论是情绪价值也好，还是说人脉价值、事业价值、思想价值，只要能1+1大于2，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比一个人好很多，这才是他会觉得为什么要在一起的状态。当然，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脾气，因为他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太多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要隐藏心思、要人情世故、要矫情的那种想法，他只是觉得不隐藏，有什么事情直接表明立场是最好的，不用去伪装，不用去讨好，不用走那种很委婉的路线，节约时间、节约精力嘛，大家就真的是真性情，有什么就直接的说出来。他是一个蛮有态度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真实的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想法跟情绪，其他的爱谁谁，你要误会我，你要不喜欢我，那是你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我只要自己是很坦荡的、很真诚的就可以了。其实我蛮欣赏这个性格的，你呢？还有呢，他是一个比较有理想、不甘于平凡的人。他可能希望自己拥有更大胆的、更奇葩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他不愿意就一辈子要注重稳定啊，从事一个工作啊，他可能很愿意尝试去创业，去做一些小生意，或者是有格外的一些兼职。他可能不在乎那种朝九晚五，然后每年一次旅游的工作，他会觉得那种常态的状态是非常无聊的。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小众的人，比较很独特的人，大众都在做的事情呢，他会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些意义。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很可能愿意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赚取足够的金钱之后，去帮助其他的年轻人去实现梦想，去创业，可能会有这些更大的一些目标。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应该也会对做家庭主妇啊、结婚生子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并不代表她不会这么做。但是呢，她希望自己可以跳脱出这种传统的对人生意义的这种定格的想法。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个人生过得更加的奇妙一些，更多的有冒险精神一些。他很喜欢做那种充满想象力、充满创意的这种事业工作。这个人呢是很有头脑的，而且是一个不甘于就是太乏味或者是一成不变人生的人。好，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性格是什么。他可能会觉得大众都在努力的想要去做律师啊，想要去可能做医生啊，或者努力的想要去赚钱啊，这件事情很无聊。大家都在想买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好无趣哦。就是
像是羊一样，被牧羊人鞭子赶着往前走，他不愿意当那头羊，不愿意挤在这个羊群里面，他愿意散养，他愿意去更辽阔的天空，他愿意去当牧羊人的那只牧羊狗，这可能是他的想法。好，蛇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懂人情世故的，它其实是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不同的场合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这个人该圆滑的时候，他依然会圆滑。他其实社交能力蛮强的，他是一个在复杂环境里面可以不断保持前进，可以很好生存的人。你把他扔在任何的一个国家、任何的一个环境、任何的一个团队之中，其实他都可以生长得很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不断鞭策自己去进步的人，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还有就是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保持着这种童真好奇之心的，也保持着很多的探索欲望。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视做自己的人。他的性格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希望的这种恋人伴侣是可以成为一种玩伴或者是伙伴这样的一种松弛感、轻松感的。他不喜欢那种过度沉重的情感，互相的纠缠啊，互相的依赖啊。他更希望一起是人生的搭档，可以天南地北乱聊的人，可以玩到一起，聊到一起，然后大家喜欢的兴趣爱好又相同的，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合拍的人是很重要的。我们这边还出现男人这张牌卡，就是比较直男嘛，行为很直接，然后不拐弯抹角。女生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女权主义，是一个事业心也很强的人，并且也有一定的边界感，不会过于的柔弱。至少来说，他的骨子里面是非常硬气的，是很强烈的。这个人有脾气，有野心，直接自由，有比较高的一些标准，然后又有一股不肯随波逐流的这种想法啊、力量，所以他的性格是非常强烈的。你在他身边呢，应该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大的一个影响。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应该是那种成长型的关系，这段关系呢，应该也会帮助你得到很大的一个突破，会帮助你有很多的一些成长的，确实非常的有力量。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然后骨子里面很机灵，很有灵气，而且有很大野心，又非常自由的人。性格很迷人。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射手座、处女座、水瓶座、双鱼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射手座、处女座、水瓶座、双鱼座。真的是星盘里面哦，就是蛮有色彩、蛮有吸引力的。首先，他有射手座的热爱冒险啦，自由奔放啦，幽默啦，直接啊，率真啊，这样的一种态度。他也有处女座的细致啦，追求完美啦，然后很强的自律性啦，对细节敏感啦，以及稳定的性格品质。他也有水瓶座这种特立独行，然后理性、思想前卫、充满创意、充满想象力，不走寻常路，不追求传统家庭的这样一种思想想法的人。同时，他也有双鱼座的感性、
梦幻、很善良、有艺术审美力，追求灵魂伴侣，在浪漫关系里面全身心投入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所以真的这一个人哦，应该是蛮妙的。他了解他的人应该都是蛮爱他、蛮喜欢他的。他绝对是一个很有魅力、很特别的人。他会给到你很多的一些智慧，也会帮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去选择。当然，他也有接地气的那一面，非常值得期待。我都很想去认识一下你的这个新恋人到底是怎样的。好，那么你们相遇了吗？你们相遇的时间是什么呢？宇宙给到你怎样的其他讯息？没有错，宇宙告诉你这个人呢，确实是可以很好的把握一下哦。而且你们两个人呢，很可能会是互相给对方带来财运的，而且也很可能他是你的正缘，你们是可以建立家庭、修成正果的缘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呢已经相遇到了，你们两个人可能已经在有这种信息互相观察的传递，甚至有可能互相心意的这种表达都有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他是跟你有灵魂共鸣的，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那种互相吸引、一见钟情的基础上的，就是互相都是有好感哦。而且这段关系呢，很可能已经有感应到了。你们的相遇并不是在那种好像很阳光明媚、特别开心、轻松的这种状态之下，而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呢，也许是有一些低落的情绪，或者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人生不舒服的转折状态，在感情低谷的状态下，然后你们接触到的，也可能是在自我疗愈的时刻你们接触到的，也可能是在自己最不相信爱情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道光透进来，而那道光呢，就是遇到了一个你觉得可以给到自己力量的人。也许这个人是让你觉得你们是可以有深层次的这种交流的，你希望跟他有更多思想上面的沟通，更多的一些对话。也可能你们现在的关系还没有变成恋人，你们只是在靠近之中，或者当下你还没有遇到，但是很快，说不定在10天之内，或者是10个星期之内就会相遇了。很快的速度，因为宝剑牌卡呢，在塔罗牌里面它是风的能量，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们相遇的地方呢，很可能是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机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环境之中。比如说你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啊，或者是你报名参加一个新的兴趣班、新的工作坊，也可能是你搬新家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你更换住址，你更换公司，你更换团队，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去参加新的一些社交圈子、社交场合，或者是新的聚会活动之中。总之呢，可能是在一个现实中有新机会、新动向的这种环境状态之下。另外呢，圣杯8呢也确实代表着一种离开哦，去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去旅行，也可能，或者
自己去到以前想去但一直没有去到的这种地方。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圣杯六，这一张牌卡呢也代表着一种熟悉感，一种童年，一种回忆，一种故乡。也有可能是去参加比如说同学聚会啦，或者是自己去到小时候一些熟悉的地方啦，自己去念旧的时候，或者是自己一直想去旅行的地方没有去的，然后最近有机会去，然后接触到的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博物馆，或者是二手的一些书店，或者是很有怀旧风格的这种咖啡厅，也可能是给你有记忆点的地方，不是你经常所在的环境，不是常态的这种地方遇见到的他。所以你们的相遇呢，很可能是在一个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新的环境里面，也可能是在一种熟悉的、可以触发你回忆的一个场合遇见到的彼此。那么最后呢，宇宙就告诉你哦，这份关系呢，确实是可以得到周围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们的认可的，而你呢，也值得拥有一段可以稳定、可以被带回家的感情。这段关系情感上面、物质上面都还是可以收获到蛮丰盛的，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关系。它不是短暂的激情，也不是那种暧昧的游戏，是那种可以一起买房、一起养狗、一起过日子、一起计划未来的感情。请你相信自己，你配得上有承诺、有归属感的爱。请你勇敢一点哦，在遇到自己爱的人的时候，在遇到这份新恋情的时候，你要积极的主动。你也是在近期呢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点，你不需要去等待爱情的到来，而是主动的去创造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就当然是去自己不熟悉的新的一些地方，多多的去社交，多多的去参加活动，多多的呢去离开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面，这样会增加你们相遇的机会的。当然，如果跟对方相遇了，也请你主动多约会，多带对方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多跟对方聊一些你可能曾经跟朋友不太会聊的一些话题。你越是 open， 越是开放，越是主动的话呢，其实你也就越热爱生活，你也就越可以释放自己的能量，那么对方就越会被你吸引的。不管是说回消息也好，还是说主动问候也好，还是说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也好、感受也好，还是说邀请见面，你都是可以去采取主动的。如果是你想跟对方在一起，如果是你想谈恋爱了，如果是你想让自己生活更加丰盛了，那么你就去做让自己更加精彩的一些事情。其实你已经拥有了爱的能力，其实你是有很强的这种温暖温柔感的，而且你也不急躁，你也不高调，你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你也很懂得以柔克刚。所以请保持你的这种感受力，不要因为可能担心害怕而去拒绝爱。其实当下你对爱的这种理解应该就不仅仅是那种浪漫罗曼蒂克的情节了，你会觉得真正的爱呢，是包容，是理解，是接纳一个人灵魂的能力。所以最近呢，你应该就会吸引到同样成熟深情的恋人。宇宙告诉你，你已经准备好拥有最完美的、最完整的恋情跟恋人了。你只要大胆的去爱，你只要去深爱，为你真正想要的关系勇敢去迈出这一步，然后用你那温暖的内心去感受真正对的人，你就会在感情里面享受到稳固，享受到团结，享受到美好。你越是给予爱，那么这种
爱的力量反弹的越是到你自己的身上。有一句话呢，非常的特别，要讲的是宇宙呢是圆的，你给出去什么，那最终呢就会弹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给出去的是担心你们两个人不在一起，担心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挑战、麻烦等等的，那么这种担心就会回到自己身上。反而是我想好好的爱对方，我想去滋润对方，我想带对方去吃好吃的，我想带对方去吃好玩的。那么在你的这种行动之下呢，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受到你的影响，也会反弹回来，他也会有同样的这种心思，同样积极的思想跟行动的。所以亲爱的，你只要大胆的去爱就好了，最后这种爱的力量都会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上哦。所以可以看到，最近呢，你的桃花运势应该也是蛮好的，甜甜的恋爱，甜甜的爱人即将来到你的身边哦。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接受好运吧。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甜甜的恋爱来了，新的爱情呢，会让你更多的尊重自己，并且也会去珍惜自己的身体，珍惜自己的感受。也许在过去的关系里面，你会为了讨好对方，勉强接受自己不舒服的一些节奏。你可能会牺牲一些休息时间去迁就他人，你可能会压抑一下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你会去减肥，你会刻意的打扮，去希望对方呢去迷恋你。但实际上，新的这份恋情呢，对方他不是因为外貌而喜欢上你的，而且他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外貌上面的焦虑，他会提醒你，你已经很美了，你这样就很好。无论你怎么样，他都是喜欢你的，因为他喜欢你的性格，他喜欢跟你在一起最舒服的这种感受，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心思，他不是一个肤浅的外貌协会者，他也不会逼迫你改变自己的身材，不会拿你去跟别人比较的，也不会因为你情绪低落而冷淡你，他是会关心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睡得好不好啊，他是会支持你追求健康，希望你的生活更加的有仪式感，希望你更多的一些满足。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你不想锻炼就不锻炼，没有关系，他支持你的全部。而且这段感情呢，会让你活得更加的自我，也更懂得我值得好好的被对待。你跟他分享所有的事情呢，他都是有兴趣的，他都是觉得很可爱的。你也不会再依赖对方的爱，而是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你也不会去质问自己，你要改变什么对方才会更加的爱你呢？而这段感情呢，反而让你看到没有人是完美的，你也不需要做的完美，反而你的不完美在对方眼中呢，是一些可爱的地方。你也不需要去任何的讨好，也不需要给到对方任何的一些情绪价值，他会让你感觉足够的踏实跟安心，无论你怎样他都在，他是不离不弃的，他真的很深爱你，他也喜欢你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努力去扮演的样子。这段爱情呢，也会让你去有更多的一些自信，更多自我照顾的能力。同时也会看到呢，你们更加的在感情里面有方向感，不会迷失，也不会犹豫，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啦，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一个结果啊。实际上呢，大家都是冲着可以长期稳定的在一起的心态。他的这种心情呢，他的这种态度，其实在很早就传递给你了。你也会看到他对你的深情，他对你的专一，他是非常支持你的，他允许你在这份情感里面做主角。这段关系呢，是让你最真实，而不是变成谁的另一半。这份爱不是填补的，而是跟你并肩同行。你会更加的独立，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自尊，你也会更加的有力量，
你也会在这份感情里面活得比以前更加的舒展，更加的自信，更加的明亮。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着积极正能量以及疗愈的爱情，温暖、坚定、滋养、稳定，慢慢的靠近你，理解你，包容你，让你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不需要去配合任何人，你只要自己开心的话呢，他都会觉得很舒服。哇哦，这个人真的很爱你哦，他是很欣赏你的，他接纳你所有的优点，你所有的缺点。这段爱情呢，也会让你发光，也会让你们之间彼此照见，彼此成全，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理解，互相的肯定，是很好的缘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脾气呢？是怎样的一个性格呢？他没有被很多传统啊，或者是宗教啊、信仰的东西所束缚。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断的在感性跟理性之间去寻找平衡的人。虽然有时候可能他比较情绪化，但是呢，他有时候也是很冷静的，有比较好的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平衡感还是比较强的。他追求一种内在的这种和谐，他的脾气并不是那种冲动型，不会突然的暴走，也不会冷战转身的离开，只不过他有一定的边界感。当他情绪来了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独处，然后稍微的去冷静一下，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他尽可能去做一些理智的、理性的事情。这是一个希望心灵不断得到平衡的人，而且他也非常注重身心灵的健康，有比较强的自律能力。首先，精神上面追求这种健康，没有太多的欲望，要懂得满足，要懂得放下，会不断的去做精神思想上面的修行，也希望去增加自己的文化底蕴。在身体上面呢，也可能会注重早晚就是生活有规律啊，吃的要有营养，要健康啊，时不时的要去做一些运动啊，喜欢养生，喜欢锻炼，喜欢健康的饮食，追求这种身心同步的状态。可能他是那种比较爱整洁，比较讲规律，然后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呢，对周围的人应该都是蛮放松的。对自己的爱人呢，就是自己爱的人想怎样都好，只要对方开心，那么自己就会开心。他是一个可能很懂事的人，他可能原生家庭不是那种非常幸福的，或者他经历过一些情感上面的背叛，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一些痛苦。总之呢，因为这些他是比较早熟的，所以他应该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有时候他会有一种孤独感，没有人真正的懂他，他会可能很难遇到一个同频的人，或者是很愿意就是死心塌地在一起的人，或者是真正懂他的人。但是他遇到你之后呢，他会觉得你跟他之间的这种连接是没有障碍的，你是可以理解他的七情六欲，你是可以理解他的一些想法的，所以他根本不会计较你的外表，你到底是或者是你的事业、你的条件到底是怎样，没有关系。人生难得遇到一个想要
陪伴生活或者是知己在一起聊得一起的人，所以他非常的珍惜你，他对你是很有这种痴迷想要一直在一起的心态的。这个人呢，其实他是有比较强的心理力量，他渴望是被那种温柔所环绕的，而你呢，会给到他这种比较强的支持环绕的力量。也许他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独立，好像是一个无所畏惧，像老鹰一样，其实他也有自己的敏感，他也有自己的脆弱，好像你就能懂得了他，或者是你可以给到他这种力量，给到他这种治愈，给到他这种支持。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不会逃避问题，他不愿意去成为一个经常做错事的人，所以他经常都会去反思，去看自己是否做得足够好，而且他不喜欢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在外人面前呢，他应该都是那种很严谨啊，很冷静啊，有时候呢就是那种很冷酷，甚至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比较反叛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只是喜欢掌控自己的人生，内心里面他是非常柔软的，他是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在爱情中，他也不是一个很懂得甜言蜜语的人，不是一个很会逢场作戏、拍马屁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实干家，他是会用行动去表达自己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护。他也不是经常喜欢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也不是一个很注重别人情绪的人，不是讨好型的人格，但是也不是花言巧语的那种类型但是呢，他喜欢一个人，他不会讲出来，他都是用行动去表达自己对别人的喜欢，所以真正属于那种日久见人心的人，然后是比较老实，是比较单纯的。另外，他也算是一个不骄傲啊，不撒娇啊，不傲娇啊，不作的人，还是比较成熟稳定的。感情里面呢是比较慢热。好，继续来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些星座，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质是什么。他是比较生活化、脚踏实地的人的，有比较强的其实家族观念，不喜欢玩弄感情，然后比较追求长远稳定的关系。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2张牌卡，都是大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责任心是蛮重的。他追求那种很踏实、精神共鸣的爱。在感情里面呢，他是不容易开始的，但是一旦开始了，一旦爱上谁了，一旦跟谁在一起了，他就不会轻易的放手。情感上是很细腻的，不喜欢那种特别浮夸呀、很热烈呀，或者是去晒自己的这种幸福，不喜欢那种很喧嚣的感情。他反而是喜欢那种细水长流、低调的、很稳重的情感。他在爱情里面是追求灵魂的默契度的，他重那种大家精神相合，而不是重外表。
他的性吸引力实际上是比较强的。他喜欢心与心开放的深度的交流，他是那种又温柔又知性的亲密恋人，他喜欢有质感的爱。性格算是比较沉稳的，然后有时候比较重视感受。其实他说话声音应该也是比较温柔的，是一个很喜欢沟通、轻言细语，声音也比较好听的人。因为我们这边出现女人这张牌卡，即使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也有很温柔、很敏感、感性、可爱的那一面，应该是比较深情的。这段关系呢，有一种宿命感。你们相遇可能就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相遇，会让你们彼此呢有很多的一些人生道路啊，或者是自己情感经验经历的一个转折点。他可能是那种家里面比较重要的角色，可能他要照顾爸爸妈妈，或者是他是家里面的老大，他要去照顾比他年龄小的弟弟或者是妹妹，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蛮有压力、蛮有担当的人，有一定的家庭包袱。他相信命运，相信宇宙安排，他有一定的理想主义，他会欣赏你的梦想，愿意跟你一起去逐梦。他有时候呢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一起成为更好的人，而是你们两个人可以成为人生的这种旅伴关系。对于他来说，感情更胜过于事业金钱。对于他来说，家庭更胜于自己事业上面的成功。而他的星座还有可能是白羊座、摩羯座、双子座、天蝎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是在摩羯座、双子座、天蝎座、白羊座。做事情的时候很有激情，有冲动，讨厌那种拖泥带水，不喜欢在感情里面有任何的纠缠。做事情呢是喜欢说到做到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时候很可爱，有时候很固执，有时候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也有自己很直接、很率真、火能量的那一面。他喜欢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他追求那种心动感，而且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是愿意主动去追求的。他需要在感情里面感受到被欣赏、被崇拜。如果说在感情里面彼此都非常冷淡的话，很有距离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没有耐性了。这个人情绪呢来得快，也去得快，是不记仇的，而且他喜欢大家就是直接的去聊，直接的去沟通，不要绕弯子，说话直接是比较好的，节约时间，节约精力嘛。如果说在感情里面呢，你喜欢冷战，或者是喜欢转身走开、拉黑什么的，他可能就会很生气。他是希望彼此就是当下有任何的情绪，好，那我们就发出来互相的一个回应。当他有情绪的时候，那么你就多抱抱他，然后倾听他，陪伴一下他。他情绪过了也就过了。当你有情绪的话，他也是这个样子，而不要因为有情绪了，大家就大吵一遍，然后互相转身离开，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好，另外呢，他也有摩羯座的成熟稳重、目标感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不会轻易的说我爱你，但是会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你。他注重你的价值观、你的态度，他不喜欢感情中有任何的不确定性或者是混乱。两个人在一起了，但是对外呢却说自己是单身的，或者是他会觉得非黑即白。如果在一起了，那他就要向大声的公布，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朋友啊、同事都讲他已经在恋爱中了。他也愿意去晒你的照片出来，会给你很多的安全感，也会为了你呢去拒绝跟其他异性的人啊有更多单独这种约会吃饭的情况，即使跟自己的同事可能是异性，那么他也会先给你告备一下，让你不要出现担心怀疑的想法。两个人在一起诚实坦诚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感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其实蛮注重这种安全感的，他有很理性的那一面，现实主义，他也有很浪漫、很感性的那一面。实际上呢，他的脑子也是非常灵活的，然后适应能力很强，好奇心也比较强，喜欢新鲜的一些事情啊，不喜欢被限制啊。在爱情里面呢，很怕那种无聊，很怕大家没有话说，没有事情做。他也有天蝎座的这种丰富的情感、内心情感世界。一旦建立信任的话，他是会无条件的投入跟忠诚的，而且这个人的第六感直觉能力是蛮强的。感情对他来说不是那种很随便的恋爱，而是真正的灵魂契约。容易对自己的恋人呢有很强的情感依附感，最怕背叛、欺骗。一旦受伤呢，就是很难去修复、疗愈自己的，所以他怕这个事情，他就尽可能的不去做这个事情。他越坦诚，他越希望你也可以坦诚。他可能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展露在表面，就是像表面呢，可能他已经是不动声色的样子，但其实心里面早就波涛汹涌了。他也会在初期的时候试探你是不是可靠的，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他会有一段时间的观察，因为他知道一旦恋爱之后的话呢，他就会爱得非常的深，他也很容易受伤，所以要看两个人是不是确实很搭的人。其实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忠诚的、需要安全感的人，他也是一个成熟、比较自律的人，不喜欢很张扬高调的状态，更多的时候呢是喜欢这种宁静的、舒服的氛围，喜欢这种有质感的衣服。他的皮肤状态应该是蛮不错的，而且他的身材呢不会过胖也不会过瘦，应该比较标准，然后肉是比较结实的，看起来是很舒服、很干净的那一种，越看越顺眼。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喜欢那种很简单的外套，然后很利落的发型，偶尔呢去穿一下运动风，但大多数时候应该喜欢穿衬衫。他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首饰，也许就是一只表，也许就是一个有品味的钱包。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应该会是那种比较喜欢法式的那种穿搭，自然的妆容，
然后说话温柔坚定，有气质，不会特意的去讨好谁，然后身材管理的蛮好的，对感情认真，宁缺毋滥，对朋友也是蛮忠诚的。这个人没有一点油腻感，他可能在人群里面不是那种好像最吵闹，然后最耀眼的那个，但一定是最稳重、最被信任的那一个。说话并不多，但是呢很靠谱，是属于那种很耐看的类型。他绝对是那种还有能力，然后靠自己的实力赢得尊重的人。一个懂得自我管理，也会照顾你情绪的人，一个低调但是又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一个让你安心但是又可以激发你成长的人，其实是蛮妙的。你们两个人应该是蛮合，互相的这种支持。那么他到底出现了吗？你们在哪里遇见呢？以及宇宙给到你怎样的讯息？你们两个人其实真的是蛮合拍的。首先，你们的相遇呢，不是在一个突发的情况之下，不是那种冲动型的相遇，而是慢慢的靠近，在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进入到了感情的建立之中。对方很可能是一个已经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可能你们很有可能刚刚相遇，或者是正在相遇，甚至你已经好像感应到了这个人的存在。也许在出现的时候呢，你感受不到他太多的一些情绪，你只是觉得这个人成熟包容，好像有一点点关心你，好像有一点点在尊重你的情绪。可能在重大节点上面认识到的，比如说在你有新工作之后，或者是在旅行途中旅行结束之后，或者是在你搬家之后，或者是在你生日过完之后，或者是在你个人有一些突破，在运势特别好的这段时间，你感觉到有很多新生的能量，或者是自己充满着希望的这种状态之下，好像很多事情都在你可掌控的范围之下，在那个时间段你认识到的他。因为我们这边呢没有特意的说时间哦，但可以看到是在你很有力量、很有能力的那段时间下，你会遇到他，在你自己散发着很迷人的魅力能量的那个阶段之下，你们相遇的地方呢，有可能是和工作、学习，或者是在跟规划有关的场合，比如说某种你需要持续努力的这种事情，健身啦，或者是学习语言啦，或者是考试啦，或者是在你搬家，在你去做一些理财咨询，在公司在学习的这种场合遇见的。也可能自己去参加一些身心灵的课程，参观艺术展览，在一种灵魂碰撞的场合，也可能是在人多热闹的聚会下，也可能是在这种人多互动竞争的这种场合里面，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说小组讨论、培训课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们很可能呢是在一些学习
的场合，也可能是在很热闹的场合之中。也许他是你的工作搭档，也许他是你的健身教练，也许他是你的同学，或者你正在接近那个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你们会相遇。我们甚至呢也有重逢这样的一个讯息。因为审判呢，又代表着跟过去的缘分再一次相遇的人，也许是之前错过的缘分，也可能是之前有过短暂的联系，而最后失联，最后没有走下去，也可能是之前有过暧昧情况的人，就过去的一个熟人再一次的出现，然后你们有更多的一个互动啦。宇宙呢，当下给你的讯息就是在感情里面，希望你更加智慧、更加清晰的面对，不要忽略自己的价值感了。你其实是不需要一个来填补你空缺的人，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跟你平等对话，一起去计划未来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呢，你们可以什么事情都聊，可以让你敞开了去谈，无论是梦想也好，过去的情感伤痛也好，无论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他对话，他不把你的话掉在地上，总是可以接你的话的话呢，那这个人其实可以多约约看，其实也代表着你们可以很好的合作，你们可以建立这种团队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新人还是旧人哦，你都要看对方他是否是听得懂你说的话，他是否是理解你的逻辑，理解你的想法的。不要仅仅是生理方面的喜欢，不要仅仅是那种情欲上面的诱惑。好，另外呢，在感情里面多交流、多表达是非常好的，不要害怕去讲出自己的开心，讲出自己的不开心。好，在感情里面呢，也可以主动一点。真正值得的爱情呢，一定不是我要怎样，而是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这个词一起去努力，一起去打好感情基础，一起去设定未来，一起去判断，一起去选择，一起去配合，一起去共同成长的。所以你的新恋情呢，不是那种你负责爱他负责回应的状态，而是你们一起去做出实际投入的关系，一起去奉献，一起去收获。找到那个愿意跟你并肩做计划，参与现实生活共同努力的人吧。这段关系需要的是信任、沟通、分工以及耐心的经营。宇宙告诉你，如果你已经遇到了某个值得观察的人，那看看他是否愿意跟你一起去谈未来，是否愿意跟你共同的去行动。如果你还没有遇见的话呢，那就把重点放在那些愿意参与到你生活的人身上来。你也可以告诉你周围的人，你想遇到一个可以很聊得来的人，让别人介绍一下给你。因为主动一点绝对是好的，无论是发朋友圈，还是说参加社交场合，还是请别人帮忙介绍，其实都是可以的。多一些机会给到自己吧。爱情呢，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幻想，而是愿意跟你一起扛生活的人，共同去创造出来的稳定感。所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哟。所以亲爱的，留意一下，可以一起合作搭档，一起做事情，一起可以天南地北随便乱说的人吧。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建立很稳定的情感关系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